大家好，我平常呢除了用眼前这台相机在录影之外，我其实也很常用手机拍影片。那你们知道我平常是怎么把手机里面大量的照片、影片传到电脑里的吗？如果是同系统的话就很方便，比如说是 iPhone 传到 Mac 或是 Android 传到 Windows， 但我通常都是跨系统在使用，所以我也自己摸索出了一套我自己的传档案流程。传档案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因为拍摄的档案通常都很大，所以我是统整我目前使用下来觉得最快的方式。那今天呢会有几个段落，包含 iPhone 如何把大量的照片、影片传到 Windows 电脑，跟 Android 手机如何传档到 Mac 电脑，最后再加码一个 Android 手机如何无线传档到 Windows 电脑。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喽。我平常用的手机是 iPhone， 然后搭配 Windows 电脑。我觉得最快的方式呢，应该是如果你有买 iCloud， 你就直接在电脑登录 iCloud， 你就可以直接下载照片跟影片。那如果你没有买 iCloud 的话，我之前的方法是，第一个，我先把手机里面的照片、影片传到 Google 云端，然后再从电脑登录 Google 云端，把那些照片档案下载下来。这个方式呢，会花很多时间。那第二个就是我把iPhone 里面的照片、影片 AirDrop 到 Mac 笔电里面，然后再拿 USB 把档案抓出来，然后放进 Windows 电脑里面。这个步骤就是有点复杂。那我最近发现一个我觉得比较快的方式是，你直接准备一个 SSD 或是 USB， 然后直接插到你的 iPhone 上。但是这边有一个重点是，因为我的 iPhone 它已经是 Type C 孔，如果你的还是 Lightning 的话，你可能就要找其他的方法。然后你就到你的相簿嘛，选你要的照片跟影片，我选很多给你们看。按左下角这个钮，然后选择储存到档案。为什么在下载？我猜应该是它有一些照片已经上传到云端了，然后所以在手机里面它就变成一张缩图。这个时候呢，会跑到 iCloud 云端，你先按上一页，然后在位置的这个地方，你会找到你 SSD 的名称，点进去之后就会看到你在 SSD 里面的档案，然后你可以按右上角的3个点点，新增档案夹，测试，好，测试，好。然后之后我按右上角的储存，它就会把这些档案全部都储存到这一个资料夹里面，而且它跑的速度很快，这样子全部就跑完咯。然后它存完之后，你就直接拔掉，再插到电脑上就好了。因为我平常都是使用 SSD 嘛，然后再加上 Pro 的 Type C 孔，它本身的传输速度也快，所以我觉得这个储存的速度还算蛮快的。像是 iPhone 17 Air， 虽然说它的 Type C 孔理论上传输速度应该会更慢，但我每次用17 Air 的时候，我也是用这个方式传档案，我也觉得还蛮快的。现在我如果要用 iPhone 传档案，都是用这个方式，分享给大家。那最近呢，因为有蛮多机会用到 Android 的手机，我记得我之前是使用 Send Anywhere 这个 App， 这个 App 呢非常适合跨系统使用，不论你是要从 Android 传到 iPhone 或是 Mac 上，或是你要从 iOS 传到 Android 上面。但是因为它是无线传输，所以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少量的档案。那如果是大量档案的话，我觉得最快的方式真的还是有线。你先在 Mac 笔电下载 Android File Transfer 这个程式。但有一点还蛮奇怪的是，因为我在 Android 的官网这个 For Mac 的程式，不知道是不是被拿掉了，所以我把我下载的网页放在资讯栏下方。我自己用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话，你就再找其他方法。接着就拿一条线连接 Android 手机跟 Mac。好，然后 Android 手机这边呢，你把这个正在透过 USB 充电，把它改成传输档案。那这个时候呢，你再去点这个 Android File Transfer， 把它打开，然后找到 DCIM 这个资料夹，然后你的照片呢都会在这个 Camera 里面。然后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你必须要把里面所有的档案拉进 Mac 电脑里面，你才可以看档案。它在这个程式上是没有办法看的。随便抓一些档案，然后就把它移进去，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它移进去。我不确定每一个 Android 品牌它是怎么规划手机里面的资料夹，但是我有发现，比如说像在 OPPO 手机里面，它的 Screenshot 就是它的截图会在 Picture 的这个档案里面，所以你们在传档案的时候，如果有发现有一些遗漏的项目，你可能可以去别的资料夹找找看。偷偷跟大家说，这个方法呢是我从语言那边偷学来的，因为我已经好一阵子没有碰 Android 手机了。
也因为我在研究 Android 手机要如何把档案传到 Mac 上，然后发现现在 Android 手机也可以跟 Windows 笔电快速分享，这个方法是无线的，而且速度也蛮快的哦。首先呢，你先到 Android 的官网去下载快速分享，连结呢我也帮大家放在资讯栏了。下载好后，我这边先选择不登录，然后你设定好装置名称，然后打开，在10分钟内大家都可以收到这一台电脑。然后到 Android 手机上选择你要的档案，分享。好，点完分享，点快速分享啦，然后它就会先转换成相容的格式。好，它转换完之后呢，因为我的电脑也有装这个，然后现在是收到我的电脑跟我的笔电，那我们现在传到笔电上去。然后我的笔电这边就出现那个手机呢，想要跟我分享35个档案，我按接受，速度很快。哦，传完了，速度很快。我刚刚选了大概35个影片档，不到1分钟就传完了。那传好的照片、影片呢，就会在你的下载档案这边看到。如果我自己的档案太多太大的话，我还是会把它分批传，但这个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其实我之前本来就知道，就是这个快速分享有出 Windows 版本，但是莫娜试过跟我讲说，它这个无线传输的速度很快，然后我才去试，才发现哦，它的传输速度真的很快。分享给你们。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一套传档案的流程。传档案、整理档案真的都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我希望我整理的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在整理档案的时候更事半功倍。如果你们有更快的方式，也欢迎分享给我。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别忘记帮我按赞、订阅我的频道、留言，然后追踪我的 IG。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拜！收工，吃饭，收工了，各位。我现在要讲 Android 如何传到 Mac 笔电上，但我现在找不到我的 Mac 笔电在哪嘞？我的 Mac 笔电你在哪里？在哪里啊？啊哈！